此刻，你站在天山之巅，举目难望，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？绵延的雪山冰峰，将新疆分为北疆、南疆两个部分。嶙峋的山脊线南侧，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，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，雄浑壮阔，狂野神秘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，在塔里木盆地端坐，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。它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。山河之间，生命一次次轮回，构成无限宏阔、无比苍茫、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。荒野不是荒芜，它是生命本真的状态。阿尔金山保护区，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。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，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，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。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，跨越2000公里，吹绿荒野，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。水汽沉降于沙漠，河流汇聚成变状，沿地势蔓延，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。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，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。阿尔金山保护区，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，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。极端的环境，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。这里的每一个物种，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。对于高原狼来说，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。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，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。阿尔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，这让它们侥幸逃过一劫。
属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，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。出门觅食，属兔会安置哨兵站岗。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，食物异常鲜嫩。这一次，他们有些大意，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。属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。风、雷、电，阿尔金山保护区随时可以集齐最可怕的自然现象。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。5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。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，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。适者生存，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。丰水期，车尔臣河冲破大地，与沙漠交手，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。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，风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，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。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猎腹鱼和叶尔羌高原丘，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，安享大湖的宁静。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，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，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，面积47.15万平方公里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。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，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，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，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。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。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，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，作用却是隔绝。天山，南疆北疆的分界线。从古至今，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。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，560多公里的旅程，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、塔城、伊犁、巴州、阿克苏5个区域。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，
造就了垂直气候。穿行独库，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。独库公路南段，地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，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，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。走出谷地，视野开阔处，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——塔里木盆地。塔里木盆地以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，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。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。1万年前，这里曾是一片汪洋。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、消失，天山山脉开始隆起。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，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，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。自然的力量，既是无情的破坏者，也是伟大的创造者。它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，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，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。地壳运动推高山峰，拉伸盆地，切割出山脊，残留下破碎的砾岩。在风雨水的双重作用下，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，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，构成今天的魁克乌苏石林。时间来到6000万年前，印度洋板块向北推挤，天山持续抬升，天山中段断线封闭，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。春末夏初，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，冷却，形成降水。打开羊圈，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。
沼泽在暖风中化冻，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。夏日，河道上弥漫的晨雾，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。日落时，河道中会浮现9个太阳的倒影。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。1771年，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，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，历经艰难，东归祖国。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，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，给予衣食牛羊，让他们共享安乐。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湿地，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。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。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，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。春夏之交，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，补充能量，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。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，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。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。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。每年，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。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。草鱼，这是草鱼，产量最高可能是6月多份，6、7月份。6月份开始结啊，开始结过后，刚才压的是产量高。在遥远的过去，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，最终汇入罗布泊。凭借这些水源，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。罗布泊苍凉而寂静。2000年前，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，使者相望于道，商旅不绝于途。张骞凿空西域后，公元前60年，汉朝设立都护府，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。20世纪初，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，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。
大约在4世纪中叶，楼兰城神秘消失。此后的典籍文献中，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，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。《史记·大渊列传》记载，楼兰孤师亦有城郭，临延泽。延泽是罗布泊的古称。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。卤水抽出地表，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。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。造化的奇妙，不仅出现在罗布泊，还呈现在天山。奥齐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。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，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。盐瀑、盐山、盐的海洋，300多亿吨储量，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。白是温宿大峡谷的底色，而白色的对面是红色。数千万年前，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。到这边光一点的地方，那个北上喜欢在这一片出没。对，就在这个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，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，塑造陡峭的崖壁。风力侵蚀，加剧岩石破碎。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，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。昨晚主要下了一场雨，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得没了。按理说，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、攀羊的脚印，会有一些。这里是动物的天堂。北山羊生性胆小，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，轻易不会被人发现。对，前面有几个羊，还有5、6只。尧对托木尔峰，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。砾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，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。
峡谷、山峰、陡崖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。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，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，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。你像雪豹呀、狼啊、攀羊、北山羊、狐狸、鹅喉羚等等吧，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，都有自己的旅程。生活于此地，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。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。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。他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。峡谷之上，7000多米的海拔堆积的宏伟，将增加对自然的敬畏。托木尔峰，海拔7443米，天山山脉的最高峰。山峰顶部终年冰封，气温极致是零下60摄氏度以下。高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，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。借助飞行器，可以穿越阻隔，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。5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节，山节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，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。悬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，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冰瀑崩塌。冰川裂隙纵横交错，冰幻化成水，沿天山南麓倾泻而下，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。阿克苏河一路向南，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，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，三河交汇，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。塔里木河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，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，
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，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。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，唯有胡杨。1000年不死，1000年不朽，死而复生。中国90%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。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，并绵延数百公里。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。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前，跳鼠要找到藏身之所。跳鼠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。这是个完美之所，不仅隐蔽，而且靠近矮草丛，便于觅食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，形成小土堆，以掩盖洞口的存在。跳鼠环顾四周，确认没有天敌，才会出发觅食。嫩叶富含水分，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。绿洲之上，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、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。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，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——麦西热斧。麦西热斧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麦西热斧不需要舞台，岁时节令，辞旧迎新，丰收庆祝。麦西热斧会变换不同的形式，歌舞、杂耍、小品，表演中都能见到。灵光乍现的即兴，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。艺术，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。它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，雕琢自然产物。这一刻，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、精致，充满人间烟火。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，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——城市。
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，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。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，历史上的秋瓷故地。秋瓷，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。通过丝绸之路，四大文明交汇于此。公元657年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，治所移至秋瓷。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，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，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。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。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，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0公里界庄，最古老、最出世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。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，让殿堂跨越千年。而造就极致干燥的，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。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。入夜，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。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。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。亘古的风持续掠过这里，一层层剥离沙砾。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金山，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，在空中碰撞、撕扯，沉积在塔里木盆地，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它同时是世界第2大流动性沙漠，面积33.76万平方公里。库木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。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。沙砾聚合沙丘，沙丘连成沙丘链，沙丘链铺成沙漠。沙是绝对的主角。阿尔金山保护区，即便是夏天也会下雪。
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，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，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。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，沙子泉凭空出现。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周围，分布着近400条冰川，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。暖风加持，冰雪幻化为水，这些水流纵横四散，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，流淌、荡漾、漂浮，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。广袤的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，也是它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。渴了很久，野牦牛有些急迫，于是翻越沙梁时，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。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。即便体重高达500-600公斤，失去群体的保护，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。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。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，最终将尾驴甩入台特玛湖。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，过去20多年，新疆将相当于1/4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。台特玛湖广阔的水面，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，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。秋天，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。塔里木河畔，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。Kanat yasap çuparsam kaşınga Sakıyar idi yüreğimin yarası Kanat yasap çuparsam kaşınga 罗布人作为沙漠中最独特的居民，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，不牧牲畜，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。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，还保留着古老的罗布方言。
动物们依胡杨林而生，从树冠到林间，再到水面，在胡杨的庇护下，它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。胡杨夜未落尽时，一场大雪悄然落下。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，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。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。沙山折叠，空旷而辽远。四季轮回，1万年不过瞬间。它是无人之境，也是生灵远征。苍茫与壮美，繁华与消逝，绝望与重生。荒野大地上，无数生命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，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。